宫宴上，相府千金苏清欢哭得梨花带雨，拽着我的腰带不放，说怀了我的孩子，让我娶。沈大人，你以我一夜风流，难道要当做无事发生吗？现在的京城贵女碰瓷都这么不要命吗？且不说那一夜我在大理寺通宵审案，单说我这束胸缠了18年的女儿身，究竟是怎么让她怀上的？如今我有孕3月，你若不娶我，我就同你未出世的孩子去死！不要这样，放下，放下，不要冲动。沈大人平日里清心寡欲，私底下竟然连地牢里的淫徒都不如。就是，奸宁人家小姑娘，还有脸承认？沈大人终究不如丞相位高权重，可怜相府千金只能带着孩子委身他这个登徒子了。沈大人，我不愿你引诱我丢了清白，可是我已经是你的人了，你真的忍心我被天下人唾弃成荡妇吗？苏小姐，这簪子若是刺下去，大罗蛇心也难救。沈玉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我女儿清清白白的身子给了你，如今有了身孕，你就如此冷血！皇上，老臣只有这一个女儿，求皇上为老臣做主啊！沈爱卿，你怎么说？回皇上，臣无话可说。这是终于承认了。相府千金都有了身孕，这沈玉若是不娶，怕是难以收场。哼，依我看，他就是担心皇帝动怒，落了他的脑袋。沈郎，我知道你是大理寺少卿，前程似锦。我不求正妻之位，只要能让我进门，给孩子一个名分就好。苏小姐，你说我诱你，那你可记得那一夜我身上是什么味道？自然是淡淡的龙涎香，还有西域酒香。错了，那一夜我身上只有一种味道，尸臭。尸臭！那日大理寺接了一桩灭门惨案，尸体在井里泡了3天，皮肉一碰就掉，腹腔里的气味熏得我不停地干呕。为了查验死因，我整整1夜都趴在尸体上，连头发丝里都渗进了尸油味。苏小姐说那一夜与我风流快活，难道苏小姐不仅口味独特，鼻子也是失灵的？还是说苏小姐就好这口尸油拌胭脂的调？你胡说！那夜明明是在醉仙楼，你喝醉了，有意挑逗我陪你休息，然后醉仙楼，大理寺的典卯簿上记得清清楚楚，我当夜从未离开过大理寺1步，而且那具尸体的案子正是苏丞相亲自顾办的。丞相大人，您应该最清楚不过了吧？这或许是清欢记错了日子。对，是我记错了，不是初3，是初5。初5那天，我奉旨入宫，在御书房陪皇上下棋，直到天亮才出宫。皇上，臣的棋艺虽然不精，但记性还是不错的。确有此事。那一夜，沈爱卿输了朕3盘，还赖了一方砚台走。就算日子记错了，但这孩子是你的，这是你的贴身之物，那一夜留给我的。这不是我前几日丢的玉佩吗？原来前几日府里进的贼，正是眼前的相府千金。沈玉，物证在此，你还有什么好抵赖的？你若是再不认，本相今日就撞死在这金銮殿上。这玉佩确实是我的。皇上，他认了，他终于认了。
既然认了，那就请皇上赐婚。沈大人年少有为，配我家清欢，也算是一段良缘。恭喜苏丞相，贺喜苏丞相，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啊！慢着，我只说玉佩是我的，什么时候承认孩子是我的了？玉佩是你给我的定情信物，孩子自然也是你的。哼，定情信物，苏小姐，你可知这玉佩是用什么水洗过的？为了去尸臭，我平日里最爱用一种特制的药水浸泡随身物品。什么水？那药水里加了红花、麝香，还有几味西域来的毒草，虽不致死，但对于怀有身孕的女子来说，却是剧毒。你说什么？这玉佩若是贴身佩戴超过半个时辰，腹中胎儿必死无疑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太医，快传太医！那块玉佩根本没泡过什么药水，这么漏洞百出的做法也信。不过这肚子里的孩子倒像是真的。启禀皇上，苏小姐脉象平稳，胎儿安然无恙。沈玉，你骗我！兵不厌诈，苏小姐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？况且，若是真爱，又怎会因为几句虚言就弃了信物？可见苏小姐对我的情谊也不过如此。你这个无赖！够了，沈玉，朕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既然你说孩子不是你的，那你可有证据？若是拿不出证据，朕今日就做主，将苏清欢赐婚于你。原来如此，苏家是太子的后盾，而我掌管大理寺，是皇帝手中的刀。这一举取与不取都是输，除非……皇上，既然苏小姐非我不嫁，那臣娶就是了。沈大人，此话当真？君无戏言，不过臣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苏小姐既然怀了我的骨肉，那就是沈家的人。为了以示清白，臣请求在金銮殿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滴血验亲。当然，孩子还没生出来，验不了。但臣听说西域有一种秘术，取生父指尖血与孕妇眉倒血相融，若相融则为父子，若不融则为野种。怎么，苏小姐不敢？还是说苏小姐心里清楚，这孩子的爹另有其人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好，既然苏小姐同意了，那就请皇上恩准。准。你干什么？苏清欢，你真以为我是在验亲吗？我是大理寺少卿，我验的是尸。皇上，臣有一事不明，苏小姐口口声声说怀了臣的孩子，可臣是女儿身啊！什么？女儿身？这怎么可能？沈大人进大理寺3年，查案办差比男人还狠，她竟然是女子！若沈大人是女子，那苏小姐肚子里的又是谁的？胡说！荒唐！沈玉，你为了脱罪，这种欺君灭九族的谎话也编得出来？你胡说八道！你若是女儿身，怎么入的仕途？怎么通过的体检？臣自幼向往仕途，立志报效国家，出此下策，实属无奈。沈玉，你可知欺君之罪，足以让你人头落地？若非今日被逼无奈，臣断断不敢在御前袒露实言。臣本欲将此身许给大庆江山，死后也求个无名尸骨。可如今，苏小姐，你既然说那一夜与我翻云覆雨，那你倒是说说，我一个女子是怎么让你怀上的？你看苏小姐这模样，莫不是被沈大人说中了痛处，一个字都蹦不出来了？若是沈大人真是红颜神，这苏小姐肚子里的种，怕是找错爹了。不过，既然苏小姐非要嫁给我，那我也不能让你失望。
皇上，臣请求当场验身。若臣真的是女子，那就是苏小姐欺君罔上，污蔑朝廷命官；若臣不是女子，那臣就当场撞死在这柱子上，以此谢罪。在这大殿之上，当着皇上和文武大官的面验身，这简直闻所未闻！这沈玉莫不是疯了？这种损招，亏他想得出来，他是真不打算要这脸皮了。有辱斯文，简直是有辱斯文！沈玉，你读的是圣贤书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你不要脸，皇上还要脸，大清的体面还要不要了？脸面是自己挣的，不是别人给的。丞相大人既然笃定令女怀的是我的种，又何惧这一验？还是说，丞相大人早就知道令女这肚子里的种来路不重，所以才拼了命的想拦着臣，不敢让真相大白于天下？瞧瞧，平时和相府走得最近的，现在竟然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大难临头各自飞，这位三爷可是最懂明哲保身的。既然沈爱卿自求清白，苏丞相又疑虑重重，既如此，那就传验身嬷嬷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沈大人，事关大清律法与皇室颜面，请随老奴去偏殿走一遭吧。慢着，躲躲藏藏反而落人口实，不必麻烦了。就在这儿验。费力无事，费力无事，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简直是有伤风化。这沈玉简直胆大包天！吵什么吵？老子倒要看看这名满京城的沈大人到底是带把的还是带尖的。沈大人竟然真的在大殿之上，这太荒唐了！快看他脱了！真的是个女人，怎么可能？皇上，臣真的是女儿身。这世上哪怕是神仙，也没法让女子与女子受孕吧？沈大人这嘴真是比大理寺的刑具还毒，让女子怀胎，除非沈大人真是神仙下凡，否则这胎记怕是投错了胎呀。相府千金找谁不好，偏偏找个红颜神当冤大头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苏小姐，现在你还要说这孩子是我的吗？我不信你在骗我，你一定是施了什么邪术！你是的，你是骗子！你一定是在身上贴了什么东西！你把衣服脱了，你给我脱了！你是骗子，你是妖孽施了障眼法的妖孽！你怎么可能是女子？三爷明明说你给我脱了，脱了！苏小姐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要装疯卖傻到什么时候？你为了给肚子里的野种找个爹，不惜拿自己的清白做赌注，拉整个相府下水。可惜你赌输了，我沈瑜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确确实实是个女子。你这脏酒泼不到我身上。欺君！皇上，这是欺君大罪呀！皇上，沈瑜女扮男装混入大理寺，亵渎朝纲，混淆视听，这是诛九族的死罪！求皇上立刻降旨，将此妖孽拉出去，凌迟处死！苏丞相这是急疯了。丞相大人急什么？欺君之罪，臣认。但在此之前，是不是该先算算令女污蔑朝廷命官，以此逼婚，以及那珠胎暗莲的通奸之罪？臣请皇上圣裁。皇上，臣女隐瞒身份，混迹朝堂，确实罪该万死。但臣女这18年来，在大理寺兢兢业业，经手卷宗千余，破案无数。大理寺的监牢里关的是穷凶极恶之徒，这笔下的判词护的是大清律法的清明。臣女扪心自问，入仕以来从未有半点懈怠。怪不得整日活得像个苦行僧。除了查案就是验尸，谁能想到这沈阎王竟是个俏红颜？今日若非被苏小姐逼入死路，被相府污蔑清白，臣女宁愿这副残躯老死大明寺，也断不敢在御前袒露实言。臣女之罪
请皇上明察。皇上莫要被这妖女迷惑，欺君就是欺君，若不严处，皇权何在？沈玉之事，稍后再议。现在，朕只想知道一件事：既然沈玉是女子，这肚子里的到底是谁的？看，苏小姐看的是三殿下，怪不得相府今日底气这么足，原来这戒种的主家竟是皇室血脉。父皇，儿臣对相府之事一概不知情啊！苏小姐，你这么看着本王是什么意思？刚才污蔑沈大人不成，莫非现在势头不对，竟想赖上本王了？皇家薄幸，这位苏小姐怕是到死都不知道，自己只是人家的一块垫脚石。殿下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曾经那些山盟海誓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你说过，只要我生下这个孩子，就立我为侧妃。你说沈玉是个软柿子，只要赖在他头上，等事成之后再除掉他，我们的孩子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孙。那晚在御花园假山后，在漫天大雪里，明明是你亲自。住口！休要胡言乱语！本皇子自幼读圣贤书，从未与你有过半分私情。你这不知廉耻的荡妇，仗着相府恩宠，不知跟哪个卑贱的野男人珠胎暗结，东窗事发了，竟然想攀养本皇子！你当这金銮殿是什么地方？这就是三殿下平日里口中的情深意重，变脸比翻书还快。这位苏小姐也是蠢，现在人家连她的命都要拿走遮丑呢。父皇，此女疯癫成性，满口荒唐言。刚才她敢污蔑清心寡欲的沈大人，现在见事败，竟然又来污蔑儿臣。若不严惩，皇室威严何在？儿臣请求父皇立刻将这疯妇拖下去，杖毙！小景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你说你爱我，说只要有你在，便能护我相府一世周全。你说大理寺少卿沈玉性格清冷，不近女色，在这京城里是个没根基的软柿子，最好拿捏。你说只要我把这肚子里的孽种赖在他头上，等孩子生下来，你就找个由头弄死他。你说到那时候，你便封我做侧妃，让我们的孩子承袭皇恩。这一切全都是你教我的。疯妇，竟敢构陷皇子，本皇子杀了你！殿下，既然是当面对质，何必动手动脚？本皇子的脚！沈玉，你竟敢当众伤本皇子，当真以为父皇不敢杀你吗？臣女不敢，伤了殿下的金贵之躯，确实是臣女失手。只是大理寺办案素来只讲究证据确凿，既然苏小姐亲口指证这孩子是殿下的骨肉，那为了皇室血脉不外流，也为了殿下的清白，咱们不如也来个滴血验亲，或者殿下也学学臣女刚才的法子，当着这满朝文武，当着父皇的面，也脱了裤子验一验，看看殿下是不是也跟臣女一样，是个深藏不露的女子。沈玉，你放肆！你竟敢拿本皇子的龙子凤孙之躯比作你这种低贱的欺君之辈！看苏小姐这眼神，这是要拉着三殿下一起下地狱啊！被心上人当众喊成荡妇，还要杖毙，换了谁也得咬下他一块肉来。皇上，臣女有证据。这是三皇子亲笔写给臣女的情书，那上头不仅有他的私印，还有他在假山后对臣女许下的万岁之诺。荒唐，简直荒唐！这哪是一个皇子该写的字句？这回天要塌了！逆子！朕平日里教你圣贤之道，教你皇家体面，你竟然背着朕，在假山后做下这种勾当！朕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？父皇饶命！儿臣平日里绝不敢有半分逾矩，是他勾引儿臣，那信也是他逼儿臣写的，儿臣是冤枉的。够了！够了！朕不想再听你半句狡辩，传朕旨意，
三皇子萧景德行有亏，淫乱公务，即日起褫夺皇子封号，贬为庶人，圈禁宗人府，终生不得踏出半步。哼！苏清欢不知廉耻，构陷朝臣，赐白绫1条，以儆效尤。苏文忠，教女无方，纵女祸乱朝纲，罢除相位，收回封地，告老还乡吧。老臣叩谢皇上隆恩。沈玉，臣女在。你女扮男装混入朝堂，欺瞒君上，这桩桩件件，按我大清律法，皆是当斩的死罪。不过，念在你破案有功，且今日是为了自证清白，不落入奸人圈套才暴露身份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朕罚你俸禄3年，闭门思过3个月。另外，即日起恢复女儿身，赐封大理寺卿。大理寺卿，那可是正3品的官格，大清开朝以来，从未有过女子官居高位的先例啊！皇上，这是要彻底给沈大人证明了。以后你就给朕去了那层白布，光明正大的给朕办案吧。以女儿身，官升3品，执掌大理寺。皇上，万万不可啊！这简直是不合理事，滑天下之大族。自古以来，乾坤有别，哪有女子入朝为官，甚至官居3品的道理？这大理寺是何等肃穆之地，岂能容红妆入主？是啊，皇上，沈大人纵然有才，可终究是女子，这若是传扬出去，四海诸国岂不是要耻笑我大清无人？祖宗规矩不可废呀，皇上！若开了此先例，后宫干政女子乱纲便近在咫尺了。求皇上三思！求皇上三思！规矩，在这金銮殿上，朕的话就是规矩。沈玉在大理寺这些年，经手的哪一桩案子不是陈年悬案？他抓捕的哪一个恶徒不是穷凶极恶之辈？那时候你们这帮满口仁义礼智的男人在干什么？在大理寺的卷宗堆里睡觉，还是在自个儿府里斗鸟？规矩，你们口中的规矩，能让那井底泡了3天的尸体开口说话吗？能让那杀人如麻的江洋大盗伏法归案吗？你们这群大男人，若是能比他强，朕也可以让你们做大理寺卿。怎么？你们谁敢去大理寺阴冷的停尸房里验尸？谁敢提着脑袋去抓那些亡命之徒？瞧瞧，这帮老东西平时写文章骂人比谁都狠，一听见要跟死人打交道，脸绿得跟树叶似的。让他们去验尸，怕是还没见到尸体，就先把自己吓死在这大殿上了。臣女谢主隆恩。行了，今日闹得够了，都退朝吧。你瞧，他走起路来，竟真有几分女子的婀娜，往日里咱们怎么就没看出来？那是他藏得深，谁敢想，咱们竟然跟一个女人同朝为官3年。这风里的味道，总算不再是死气沉沉的尸臭，而是自由。这就是咱们沈大人，恢复红妆后竟这般惊艳。小声点，没瞧见那演什么？他也还是那个让江洋大盗闻风丧胆的沈少卿。参见沈四卿。都起身吧。今后在大理寺依旧是各司其职，公事公办，勿需多礼。皇上，沈玉虽有微功，可女子为官简直是乱了纲常理制。若不罢黜，大清体面何在？理智，朕只知道沈玉能破旁人守不住的公道。尔等若有他半分本事，朕也不拘你们是男是女。若没有，就给朕闭嘴！就给朕闭嘴！四卿，京郊近日出了3桩大案，当地县衙的人已经快被逼疯了。3具尸体全是壮年男子，死状极其蹊跷。县衙查了整整3日，愣是连凶手的影子都没摸着，特递了卷宗上来，请四卿定夺。死于城郊废弃3清观，心口各有1道致命刀伤，伤口平整，一击毙命，身旁无打斗痕迹，无财物丢失，这是灭口。最诡异的是，每具尸体的手心都死死攥着这东西。苏文寿。苏文忠被罢黜，苏清欢自尽，3皇子圈禁，苏家这一局输得彻底。苏文忠如今已被遣返回乡，苏家已是一系清福。
苏文慎为官数载，党羽遍布朝野，这样一只老狐狸怎么可能甘心就此落幕？这3桩命案死在城郊，又故意留下苏字铜钱，这3条人命分明是写给我审局的催命誓。他在京郊三清观等我呢。四清，万万不可！京郊废弃的三清观地势偏僻，这命案处处透着诡谲，苏家余孽定在暗处伏击，恐有性命之危险。属下恳求多带2队人马随行护卫。无妨，查案最忌打草惊蛇，带的人多了，这老狐狸反倒不敢露面了。带2名轻骑随从即可。既然他特意为我递了这份饵，我若不亲自去咬，又怎么揪出这只蛰伏在泥潭里的毒蛇？沈玉那小贱人毁我苏家，夺我校尉，我苏文忠在大义官场苦心经营30年，竟毁在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女娃手里。此仇不共戴天！我精心布下这连环命案作为诱饵，就不信他不上钩。只要他敢踏入那荒废的三清观，那后山的断魂崖便是他的葬身之地，丞相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。三清观内布下了西域迷烟、激怒毒箭，还有3处连环陷坑，只要沈玉进门，便是插翅也难飞。只是属下探得，镇国将军府的谢小将军谢慈近日一直在京郊巡查，此人手下的谢家军极为疲悍，若他横插一脚，怕是会坏了大事。谢慈不过是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，靠着父辈余荫在边关杀几个蛮子，就真把自己当成战神了。他刚回京不久，脚跟都没站稳，能翻起什么浪花？我早已安排死士在城郊大营附近制造骚乱，足以拖住他的兵马。等他收到消息赶到断魂崖，沈玉那贱人恐怕早已摔成了一堆开骨。去，吩咐下去，我要活生生听着他坠崖的哀嚎。清灵寡言，铁面无私。我苏文忠玩了一辈子的赢，竟然被沈毅那个乳臭未干的丫头啄了眼。若早知他是个红装神，何至于落得这般家破人亡、罢官夺食的凄惨境地？这笔账，我定要他沈玉用命来偿！将军，出事了！大理寺卿那边动身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沈四卿，沈玉他独自带着2名贴身侍卫，已经出了城关，直奔京郊三清观去了。将军，那三清观早已被苏文生的人接管，里面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全是必杀的死局啊！沈玉，查了这么多年的案，你还是这般莽撞。沈玉在大理寺立足太难，我若不正这身军功，谁能在大殷朝堂做你最硬的靠山？守了你整整10年，苏文忠这老贼竟敢动本将军的心头肉！备马，点100轻骑，随我去京郊断魂崖。敢动我的人，我定让他碎尸万段！四亲，尸体已经被县衙先行收敛，怕是倒霉，被人随意路来灭口的。剑尖淬了西域千藤毒，这种毒可不是随手杀几个游民就能舍得用的，不是随意路来。这3人的虎口处兼有今年握笔和藏刀的宝简，这3人生前皆是苏文忠门下最得力的暗线门客。苏文忠这一手棋走得极狠，弃卒保帅，用3条心腹的命，只为了给我递这一张请柬。这3名死者表面是无业游民，实则是苏文忠任丞相时暗中埋在京郊最深的钉子。如今苏家倒了，苏文忠这是弃车保帅，他不仅要灭这些暗线的口，还要用他们的命把本四卿钉死在这荒山破庙里。四亲，后殿阴气冲天，定有埋伏，咱们人手不够，先退出去，调大理寺2队人马再来查探也不迟。来不及了，苏文慎既然舍得拿3个心腹做饵，布了这么大的局，就绝不会给我们退出的活路。小心！
情，这挡不住多久，你快从后门走！抓住沈玉，丞相有令，取他首级者，赏金1万两，官升3级。苏文生，为了我这一条命，你倒真是舍得血本。苏文中养着你们，想必费了不少银子，但想取我沈玉的命，也要看你们这群酒囊饭袋有没有这个本事。这女人莫不是疯了？一起上，剁碎了他！沈思君，这断魂烟的味道如何？别硬撑了，越是动气，这筋骨软的就越快。若是他在，定会像以往那样，就算把这京城翻个底朝天，也会护着我的吧。沈玉，别怕，我来了。是镇国将军府的兵马。谢辞，快拦住他！镇国将军谢辞。敢伤他，找死！沈玉，沈玉，你怎么样？睁眼看看我。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治不好他，你这身老骨头就不用出这个房门了。小将军放心，沈思云脉象虽弱，但根基尚稳，并无性命之忧。这一次，你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人，必须是我。沈玉，你这性子到底随了谁？18年了，你就这么死扛着，哪怕一刻都不肯对自己松手吗？人人都说大理寺卿铁面无私，谁知道你这副生骨头受了多少罪？只要我谢辞，只要有一口气在，就能护你一生周全。可我怕呀，我怕这一生护你，会把你推得更远。谢沈两家多年的平衡，若因这一张嘴而破了，你怕是又要多我10个年头。谢辞，你醒了，沈玉，你终于醒了。感觉怎么样？伤口还疼不疼？口渴吗？要不要喝水？我没事，别担心。谢辞，多谢你救了我。跟我还说什么谢？沈玉，你是大理寺四卿，审了这么多年的案子，怎么偏偏在自己的命上这么糊涂？谢辞，你早就知道我是女子，对不对？是。15岁那年，你在巷子里摸鱼弄湿了衣裳，我跟在你身后，亲眼看到你躲在暗处解开那一层又一层束胸的白布，在那时，我就全知道了。你既然在那时就知道，那你为何……我没有告诉任何人。沈玉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这大理寺的路不好走，这欺君的罪名不好背。我谢辞守了这秘密10年，不是为了在今天笑话你，而是为了守着你这整整10年。阿宇，你慢点儿，踩稳了！啊！以后有我在，看谁敢让你受委屈！
我原以为那些信只是大理寺卿与镇国将军之间的权谋互换，我以为你寄回来的捷报不过是战友间的宽慰。战友？沈玉，大庆朝堂那么多人，本将军为何偏偏只给你的大理寺送捷报？那些信我都收在离心口最近的甲胄里，每当你写那些劳师悬案，我看到的不是公文。我寄给你的不是捷报，是想告诉你，我谢岩还活着，我还能做你的靠山。沈玉，从15岁那年，在县子里亲眼看到你解开束胸白布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喜欢你了。不是兄弟，不是知己，是男人对女子的那份喜欢。沈玉，你当真以为本将军是个只知道杀蛮子的粗人？我知道你女扮男才入室，在大理寺那吃人的地方步步为营，所以我拼了命的去边关攒军功。我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就在想，我得变得足够强大，强到能在这朝堂上横着走，强到能把你沈玉稳稳地护在身后，让那些阴险小人再也不敢动你一根汗毛。宫宴那日，人人都想看你的笑话，可我坐在人群后面比谁都开心。在那一刻，我终于不用再守着那该死的秘密，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出来告诉全天下，我谢辞喜欢你，沈玉。我喜欢你10年了，从那巷弄里的青涩少年到今日这满身血污的将军，这份心意，我谢辞若变半分，便叫我万箭穿心。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让我护你一生，陪你回那大理寺断最难的案，也陪你去看遍世间风景。你愿意吗？谢辞，这10年你在边关杀敌，在大庆守土，你既然知道我是谁，为何不趁我无助时逼我入府？逼你？沈玉，我等了你10年，守了你10年，想的是让你堂堂正正站在太阳底下。若要用强，我谢家铁骑早在大理寺门口围了你800回了。好，谢辞，我愿意。太好了，沈玉，太好了。苏文忠那个老贼已经在断魂崖关口被咱们的人生俘，如今正押往大理寺。圣意交代，待沈四卿和小将军痊愈后，即刻入宫觐见。知道了。去回了宫里的人，苏文忠既然进了大理寺，便断没有轻饶的道理。传本将军令，将苏文忠关入大理寺天牢最深处，铁链加身，派谢家军精锐换防，严加看管，不许任何人探视，更不许让他死得太痛快。苏文忠敢设计伤我心尖上的人，本将军定要让他在这大理寺的刑具下尝遍这世间最惨痛的代价。谢辞，苏文忠老奸佞滑，审讯之事一刻也耽误不得。我没事了，明日便回大理寺亲自提审。不行，沈玉，你当本将军是死人吗？你那伤口深可见骨，竟还想着去那阴冷潮湿的地牢里吹风。审讯的事，我会派谢家军精锐死死盯着，我也让他求死不能。你就给我在这将军府安安生生的待着，没本将军的特许，你哪儿也不准去。好，大将军发话了，我听你的便是。原来有人为我遮风挡雨，这种不必再死扛的感觉，竟是这般好。别动，最后一次上药了，再忍这一回。谢大将军，这几日你守得比大理寺的私狱还要紧。你瞧见没？将军这几日连马步都不去扎了，整天围着沈大人转。这哪还是什么沈大人？全府上下谁不明白？这沈四银啊，早晚得换个称呼叫少夫人了。说了多少次，刚痊愈，别在这吹冷风。风大，要是再着凉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
原来这京城的春光，竟真如你所说，这般好看。臣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朕瞧着你们两个站在一起，倒是真称得上郎才女貌、天作之合这8个字。看来这京郊的一场血战，倒是成全了一段佳话。沈玉，那逆贼苏文忠已被擒获在大理寺天牢，此案闹得满城风雨。朕且问你，你打算如何处置？回皇上，苏文忠身为前丞相，不仅不知悔改，反倒把关后心怀怨恨。他精心策划连环案，甚至胆敢在天子脚下设伏刺杀朝廷命官，其心可诛，罪证确凿。此等逆贼，当处以战力决，其党羽爪牙更应尽数清除，绝不姑息，以此震慑宵小，以儆效尤。滚奏！苏文忠那老贼，持大庆俸禄却行悖逆之事，罪大恶极，断不可恕。传朕旨意，逆臣苏明忠即刻押往午门，处以斩立决。其党羽爪牙，按大理寺名册悉数缉捕，严惩不贷。朕要让天下人看看，动朕的大理寺卿是什么下场。谢慈，此次救下沈清，你不仅有私情之功，更有护驾守社稷之劳。说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金银珠宝、封地进爵，朕无有不准。回皇上，臣身为武将，不求加官进爵，不求万贯家财。臣谢辞，这辈子就只有一个念想，臣恳请皇上赐婚，许臣迎娶大理寺卿沈玉为妻。臣愿以这身残躯，一生一世护她周全。若负沈玉，便叫臣万箭穿心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谢辞！你这谢家军的泼天胆子，竟是用在了朕的御书房里。好一个一生一世护他周全！沈清，谢慈这蛮小子在朕面前可是立了军令状了。朕且问你，你身为大理寺卿，替朕执掌刑律，可愿意褪去那一身孤寒，嫁与这谢慈为妻？沈家女儿沈玉，愿意嫁与谢慈为妻，此生此世，绝不相负。朕今日便降旨，赐镇国小将军谢慈与大理寺卿沈玉成婚，3日后谢家大婚，举国同庆。臣谢主隆恩。沈玉，圣旨已下。3日后，我谢慈便抬着8抬大轿，带10里红妆，正大光明的来娶你。好，谢将军，我等你。快瞧，镇国将军娶大理寺卿，这可是咱大渊开朝以来头一遭的奇事。谁能想到，那断案如神的沈阎王，竟是个旷世美人？这排场比公主出嫁还要热闹。起轿！18年的伪装，18年的孤独，今日我沈玉终于能做回自己，嫁给心爱之人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礼成。阿玉，你终于属于我了。谢郎，10年了。沈玉，从今往后，你
你不再是那个孤身作战大理寺少卿，你是我的妻，我是你的夫，我是你最硬的靠山。这一生一世，生生世世，我都绝不放手，永不分离。谢将军，生生世世，永不分离。爸！将军，四卿，出大事了！大理寺天牢出事了，苏文忠被劫，提审官当场被杀。大理寺天牢发生暴乱，苏文忠旧部所在的3大死牢，有人突发暴毙，死状极其惨烈，还有人像是中了邪一般，在大牢内发疯尖叫。劫狱的人可有踪迹？没有，天牢外墙完好，像是人凭空消失了。不仅如此，那些死掉的囚犯临终前，竟在牢墙上留下了触惊心的血书。写了什么？血书上赫然写着“今日婚宴，真相现实”。哼，苏家瑜捏死绝了不成，竟敢选在这个时候装神弄鬼，想坏本将军的大婚，真是找死！不，苏文忠这只老狐狸，从不做无用之功。这血书不是恐吓，更不是诅咒，这是他们家的信号，这是他们发出的信号。天牢血书只是引子，既然他们敢喊出真相现世，那外头坊间可有动静？有。回禀四卿，从今早城门开启那一刻起，京城大小茶馆瓦舍之间，忽然流出许多不知名的话本和歌谣。话本里写了什么？说！那话本上说沈四卿当日在金轮殿上的所谓验身，不过是提前布置好的障眼法。说您本就是沈家找来的要挟，用了西域邪术掩人耳目，实则依旧是祸乱朝纲的祸害。苏文松这帮丧家之犬，竟敢选在今日如此羞辱于你，简直是找死！果然，苏文忠这只老狐狸，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谢辞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从天牢血书到市井流言，他们大费周章的选在大婚之日动手，根本就不是为了要我的密丝。对我这种在大理寺摸爬滚打多年的人来说，太容易了。他们要的是毁了我，他们要毁掉我18年来的名声，毁掉我在金陵殿自曝身份换来的合法性。只要那障眼法的遗种一埋下，我就不再是大理寺卿，而是一个欺世闹民、该被架在火堆上烧死的妖邪。那又如何？谁敢多嘴，我谢家军的马蹄就踏碎谁的喉咙！沈玉，我现在就点齐精兵，在那帮长蛇破封城之前，把带头造谣的旧部全揪出来杀干净。来不及了。只要你点个头，今日这里咱们不成了。本将军亲自带人去屠了那帮造谣说事的狗贼。避而不战，才是坐实了要挟之名。既然他们在大婚之日摆好了断头台，请我沈渠上去入座，那我就如他们所愿，正大光明的走出去。我要在这京城万人面前，让他们苦心经营的局当众失败，彻底粉碎。来了，这一局，苏文忠倒是没让我等太久。何人胆敢冲撞将军府迎亲大队？找死吗？沈大人，大理寺卿沈大人，求您救救草民全家！您若不出面，这天底下的公道可就全被妖邪遮了眼了。妖邪？难道那话本里说的竟是真的？这大喜的日子，竟有人拼了命来拦轿，怕是有泼天的冤情啊！
大喜之日，揽本将军的何事？说。沈大人，大理寺卿沈大人，草民的儿子儿媳全都被大理寺抓了。他们不过是曾在苏府做过几日短工，竟被扣上苏党余孽的罪名，屈打成招啊！他们是无辜的，求沈大人看在今日大婚的喜气上，开恩放人，否则这天理何在，公道何在啊！又是冤案！这沈大人刚坐上大理寺卿的位置，就开始拿苏家旧部开导了吗？难道那话本里说的竟是真的？沈大人为了稳固地位，竟不惜滥杀无辜，这大婚的红绸，莫不是百姓的血染呢？大人啊！啊，这就是沈大人，换上红装，这气场竟比穿官服时还要吓人。你们说，家人被冤？是沈大人，大理寺不分青红皂白，只因我那可怜的兄弟曾在苏家马厩待过半日，就被强行锁走，求沈大人给条活路。既然是生死大冤，那便说出名字。本官今日在这长街之上，亲口为他复合。怎么？既然是至亲兄弟，竟连名字也说不出来？那便换个简单些的。既然是被大理寺抓走，那便说说他们是具体在哪一日、何时何地被抓的？是3日前，对，就是3日前那个15，在城东头被抓走的。3日前，城东头。大清律法，大理寺抓人必有加盖朱印的拘捕文书，无论是在闹市还是府邸，一令换一人。你既然口口声声说家人是被大理寺抓走的，那本官问你，拘捕文书上写的是哪条罪名？签发文书的是哪位提刑官？你连文书都没见过，便敢在这长街之上拿命来喊冤？还是说你们根本不是什么家属，而是受人指使，选在本官大婚之日，借着这申冤的幌子来博取同情，实则是想在大庭广众之下毁了大理寺的清誉？好啊，原来是苏党余孽！拿下！沈玉，你刚才连眼都没眨一下，莫非今日这一出长街拦轿，你早就在心里复盘过千百遍了？苏文忠被关死牢，旧部散作杀戏。既然硬碰硬他们碰不过谢家军的铁骑，那他们便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。他们没别的办法，只能用舆论。杀人只能死我一个，但诛心却能让全大庆的公道都跟着我沈玉一起陪葬。沈玉，你做什么我都信你。所以这出戏才刚刚开始。沈玉，你这妖邪逆贼，竟敢申仆婢凤冠，在这大雅之堂欺瞒君上，蒙蔽世人！在下今日拼着这条性命不要，也要当着这满朝文武的面，揭露你那所谓的清白真相！你们看，这就是证据！构陷朝廷命官，冲撞大将军婚典。本将军现在就送你上黄泉路，去说你的真相。揭露真相？难道坊间那些流言竟不是空穴来风？这大婚之日，若是真扯出什么障眼法的丑闻，今日这喜堂怕是要变刑处啊！
让他说。既然有人舍得在今日拿命来做局，本官若是不听，岂不辜负了这满城流言？本官若是不听，岂不辜负了这满城流言？沈思清，你号称在大理寺卧薪尝土18年，可这天下谁人不知女子身娇体弱，如何能忍受那层层束胸之痛整整18载？又如何能在那些糙韩子堆里同吃同住而不露半分破绽？只有一种可能，你当日在金銮殿上的验身，根本就是沈家提前重金雇来的障眼法。那所谓的红妆身，不过是你们为了保住权位、欺瞒皇上合演的一出弥天大戏。是啊，18年不露破绽，若非邪术，定是滔天大谎。否定奇迹，转为阴谋。苏老贼教你的这招杀人诛心，倒还算体面。你说的不错。沈大人，他竟然承认了！莫非那验身当真是弄虚作假？一个女子要在那吃人的大理寺，在那帮满身戾气的男儿堆里，隐忍伪装整整18载，这听起来确实是不可思议，甚至称得上是神迹。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是沈家布下的局，是欺君罔上的阴谋，那你现在就在这大婚之日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拿出铁证来证明本官是假的。你既知我是镇国将军府的儿媳，那便该知道这镇国将军府的门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。镇国居然说话。既然你说不出证据，那按照你的逻辑，本官现在也可以说，你根本不是什么求索真相的学子，而是苏文中圈养多年的苏党余孽。既然你说本官是假的，那请问你又如何自证你此时站在这喜堂之上，不是为了替苏家老贼报私，故意乱我大清朝纲？草民不是，草民没有。在大理寺办案讲究的是卷宗物证，而非市井流言。空口无凭便在这大雅之堂指摘当朝重臣，这不叫揭秘，这叫污蔑。带下去，拖下去。谢辞，这只是个开胃菜。我知道苏老贼埋下的最后一枚钉子还没露头。时辰到了，名单上的人一个不留。早就等这一刻了，夫人放心，今夜这京城，连只苍蝇也飞不出苏文中的老宅。动手！沈玉，你听到了吗？城里的钟声停了，苏老贼最后的死局被你一手拍碎。今天你赢了，今天你赢了，是我们赢了。我们，沈玉，你终于肯说是我们了。不是今天，谢辞，你记住了。不只是今天这一局，往后余生，每一场仗，每一个案子，你我都要并肩去赢。我会永远陪着你。好，既然沈大人发了话，那我谢辞这一生，便舍了这条命，也定要陪你赢下去。风雨总算过去了。是啊，余生还长着呢。